孟旦姐妹啊来到我们当中啊。那今天我们还继续的来聊啊，上一次我们特别的就是聊到这个两个人的合作啊，帮助雪伦师母啊，就是真的我相信是神呐派孟旦姐妹来帮助你。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诗歌，你从来都是可能就是脑子里想了就出来了，但是真的把它要变成一个作品，真的需要你们二人的通力合作，否则的话，靠你一个人的力量，第一又没有学过这个音乐，第二完全的就是对音乐的连大小调都不明白的一个人，怎么可以每天来写那么多首诗歌啊？那在这当中真的是看到神怎么样奇妙的搭配这个孟旦姐妹来帮你，那就好像摩西他需要亚伦的帮助一样要真的是我们也看到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互为肢体，彼此来帮扶，这样我们才能够共同建立教会的身体啊。那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想继续来聊的呢就是其实孟旦姐妹在聊的过程中也说到了，就是你和她常常会有一开头的矛盾，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专业对吧？专业不对口。孟旦姐妹，你是不是觉得好像刚开始就是一个外行在指挥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非常有。初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师母你连音都没唱准然后当然其实师母也没有指挥我，就是他就写了这些歌嘛，然后当然师母有他的要求嘛，是吧？然后我觉得是，哎呀，这个歌不行，不能这么样然后我就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所以我们初的争吵都基本上是，也不是争吵，就是我的问题我基本上都是从专业的角度。后来我就在想，为什么我要这么样的？比如说师母不懂嘛，我为什么一直要这么讲？就是你讲也没用是吧？因为师母没读过嘛，你一直讲你那些术语，师母你没读过，你为什么一定要懂是吧？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好，我不讲。那么不讲以后呢，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要在这个专业上面也要有一个顺服的功课。我就觉得好，师母你把经文搞定了嘛，然后你也把曲调送过来了，我不会改你的经文是吧？但是我这个歌词不改，但是我在那个旋律上面，我可以把你包装好，把你这个整个这一个音乐的部分、旋律的部分把你包装好，我就做我该做的，对吧？我没有理由再来什么训练你要这么样那么样，这不是分工吗？就是我们就像刚刚那个凯传姐妹说的，大家都要各肢体，大家都要就是要分工合作，是吧？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要把你包装。我又不是要把你变成作曲家或者什么神给你的灵感，是不是？你写出来的歌词你写的经文然后你用的旋律我的工作就是在幕后要包装的，是不是？我就把我的工作做好，就是要顺服，这方面也要学到这个顺服的功课。太棒了，我觉得刚才听到孟旦姐妹讲的时候，我真的心里就非常大的感动，真的感受到就是说我有专业知识的人，我来到这个事工面前，我就是好像我来到神的面前，要让我顺服，跟着神的指挥棒走，不是跟着人。我们也不是说我比你强都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而且呢，真的是就在这里学忍耐，
学谦卑。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工对我们双方都有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利益啊，来提升我们。主要的原因是在神里面提升我们啊，不是我们自己的专业来提升，或者说我们把这首歌写得多么多么完美，成为一个名著等等等等。那我相信上一次师母就讲到了一个又大又难的3座山。上一次说了一个就是大小调的问题。2个人都在这争到底大调小调，就像孩子生男生女一样。其实看到好像是神的手，他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好，那接下来我想听师母讲，就是第2座山你们怎么样来翻越的，好吗？师母来。是我刚开始作曲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她是我查经班的同学，那她呢就自己有很好的音乐素养，然后呢儿子也是在大学教音乐作曲的哈。他听到我兴高采烈的讲神对我的带领的时候，就有蛮大的担忧哈。他就把他的担忧告诉我，他说薛仁啊，其实音乐是一个语言是一个很深的功夫哈。我盼望你不要因为有着圣灵的带领，你就轻忽了你基本功该学的乐理，好，你还是要好好的学。好，那这个建议我就听进心里面去了。那人家也是带着爱心来提醒我哈，我就说是我应该要好好的扎实我的基本功哈。可是这个理论是这样哈，但实际上是差太远了，就按照神要给我的要求要做的这个量跟这个难度，跟我就算我现在开始努力的走，我也不知道要走多久我才能走到那个难度，但是要求就已经顶在头上了。哎呀，我就不知道掉了多少次眼泪哈。所以我的这个同工看不下去啊。好，他说你怎么基本的错误老是重复的犯呢？那我就也做记录嘛，哈，这个我得面对嘛，我就把他老师说的事实上有9点我碰到的这个老是重复的曲调就只会那老3样然后那个比如说这个品质也不稳定今天走音，明天更走音。我就说那昨天已经走音了，怎么今？他说你走音不一样，你以前是主歌跟副歌之间你走音了，现在你是每一句都走音，这最近怎么回事？情况特别差。那我就承认说，那其实是我得了新冠，我这阵情况不好，被他听出来。我本来想瞒着，哎呀就忍过去了，没有想到状况不好，是瞒不住别人的，马上就被听出来了。再来就是对于曲调音乐应该要歌曲里面该有的格式我不懂，好，到最后尾音要收回来这个主旋律我不知道对不对就算知道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对不对？怎么把它唱回来我不会那他就一点点讲，他就讲，有时候花很多时间来教我那我就特别为难第一个我听不懂这就是他很努力的教，可是我真的听不懂，我就只好想办法记录下来，然后就赶紧去问我的这个 K 老师每个礼拜我跟他碰面，他跟我学中文，我问他音乐，我就赶紧抓着一本笔记本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然后那 K 老师就很无奈他就说哇天啊应付这个层出不穷的挑战。那再来就说他不只是就是抱怨说哎呀我这个老是犯基本错误，第二个就是说他也盼望我能够会他会的东西，然后就拿小敏做例子，因为小敏也去卡加利办过2次音乐布道会嘛，他说小敏就是一支笔一张纸就可以作曲，好，人家还会挑战他什么的，你要像他那样你就应该要会这个，然后列个清单出来我就觉得哇天啊，对不对？然后就他说的没有错但是路要一步步的走，饭要一口一口的吃嘛，对，我就说你不要急你要想我才不过作曲2个月，好3个月，我还是宝宝你不要逼我现在就要跑有时候我也得提醒他，我说你别急我不放弃，我慢慢来你有点耐心对我有时候就是这样。然后我也做了一个努力就是说因为毕竟他就算懂得多，他毕竟是线上合作人又在国外，那
这个音乐的教导也真不是2-3句话，他透过语音就能够让我懂的哈，所以我就做了一件事情，就让他跟 K 约了一次线上的会议哈。然后呢，我自己说了，好，我说这个是 Selina 姐妹常常抱怨的，我犯的9大错误，频繁犯的。那K 你听听哈。因为有时候这中间有落差嘛，我也听不太懂啊。我说你直接他讲英文，你懂了，然后看看能不能设计一些办法，一些教学的一些做法哈。因为 K 毕竟就是一直都在做教学哈，教学领域他是比较有耐心跟有技巧的哈。那就让 K 在我身边，又可以在我家的钢琴上面教导我哈，设计一点。教案出来什么的哈那那次就做了很多的沟通啊，然后让K 姐妹就明白了，就是 Selina 姐妹抱怨的是什么那次沟通我觉得可能有些帮助吧哈，就起码那我就让他们都沟通完了，然后我又尽了我的力哈。那因为说实在话，他的抱怨我也处理不了，那有什么样的教案，这根本就是我新的领域哈，我也没有去过。我们就在讨论到底是需要系统性的学习，还是针对问题来改进。好，就是有一些讨论。我在想哈，我需要听这些建议。好，讲实在话，他的建议是他的很多的回馈是很真实的哈，甚至是很直接的。说这首歌难听的不得了，这是我最难听的啊，等等的。那我后来那个熬下来，就是在这个有时候这个手真的是我同事听到就说这怎么像我妈妈和尚念经啊？真是说不崩溃是骗人的，对不对？当然是很难受。有时候你是好几次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说：“主啊，我不是没有专业，我不是没有才能，我以前做的。”会的，你全放在一边了，把我拉进一个这么陌生的领域，让我这样子受这种羞辱，为什么？你不是疼我吗？你为什么让我这么难做呢？对不对？那我也很无奈啊，但是我就没有办法，就是面对。那我后来明白了几件事，第一个，我需要这些真实的回馈哈。那圣经有一句话说，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哈。那当然周围的人肯定是，哎呀，这师母居然做歌了，给你很多的鼓励，对不对？但是他们鼓励完了，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哪里该进步，对不对？那事实上我是的确什么都不会哈，很多缺失的，这个是真的。好，所以我需要有人给我一个诚实真实的回馈哈，这是我需要。好，为了我自己的好处，长远的好处，所以他有这样的角色的存在，虽然像一根骨中刺一样，天天磨着我，疼得不行，但是我需要哈。我觉得第一点，我就看见说我需要这样的一个诚实回应，好，我就愿意。然后第二点就是他说的哪一句不是真的。对不对？我的确是没基础，我的确是犯基本错误，我的确这个不行，那个没有，这些都是事实嘛。他没说错啊，他既然没有说错，我有什么道理生气或是失望，对不对？既然那你就忍耐，人家说的都是大实话，是不是？所以我就忍了哈。那再来就是这个教育观念不一样哈。那我一直都是走西方英文教育，我觉得应该从鼓励出发哈。但他从小就是他的音乐老师对他就是很严格哈，就是打骂，从缺点讲做好应该的，做不好就死命的就说啊。那这个是教育观念不一样哈。那我也不怪他，这是他的习惯嘛。但是我就熬到一个部分，就是我也是说，我说其实我在你们教会 po 讯息的时候，我就说实话了，我说我又走，因为没有音乐基础，我也没有唬你，是不是？那你要这个祷告是不是神给你安排了哈？我就一直相信说，因为这个是神带领的嘛。如果他真的觉得说，哎呀，这师母什么都不会，还要做这么难的事情，这不跟你玩了，那我也没办法，我只能说。我虽然我常常努力的在自修哈，找 YouTube 我尽力好，我学一点我就想办法练习一点好，但是我的进步的幅度真的是
真的是慢，真的是有限的，我不可能今天会跑，明天就会飞，这是事实哈。我说，如果你忍受不了，你觉得每天都要忍受这么难听的曲调啊，我可以理解。好，那你是自由的，好，你愿意帮我，我很感谢你。好，你能够我没有人的帮忙，我也走不下去哈。如果你真的是觉得玩不下去了，不愿意帮忙，好，我也理解你，好，这不是你的错哈。那我就祷告求神，另外再找帮手哈。你是自由的，来去自由哈，我只有感恩的份哈，我就跟他这样说。好，我说你绝对没有说你应该就非要怎么的帮我，不帮我你就怎么的。我说我绝对不会这样想，我先把话放在前面。好，所以就是这样。所以那他后来呢？我就觉得 Selina 姐妹开始改变了哈，改变的蛮大的。第一点，她就不再嫌你这首歌怎么又不好。那有时候我这个歌我真的是崩溃了，我说今天我真的是做不出来，这就今天我出了这一个版本，就是我能够做的最好了哈，我都哭了，我做不出来，我今天真的做不出来。然后我就发给他，我说要不然你就重复它，要不然你就不要用也算了，我今天没有办法了，我今天到顶了。然后他就会说，哎呀，那我来帮你调整一下哈。他就给我一个怜悯的恩典哈，没有再继续怪我哈，这是第一个改变。他就在想说，他就这件事情好像变成他的事了。他以前就觉得你怎么不好，你说都这样了啊。有时候我想鼓励我自己，我说，我老公说我就是在挖矿嘛，那挖矿的过程中，有时候挖宝石之前总是挖很多烂泥巴出来，是不是正常的嘛？结果他有时候说，烂泥巴就是烂泥巴，挖出来烂泥巴也不能变宝石。我就说的也是实话，好难消化，但是对啊，那我也没办法，对不对？然后但后来呢，他就开始慢慢就开始注意到我的感受哈，言语就开始柔和了。我说，哎呀，这不一样。有时候他说，这个我给你草稿修改了，他画个大叉，他又会说，我不是说你这个不好哈，我是画个大叉，是说这一页这首歌我做完了哈，是意思。他会怕我误会哈，他以前不关心这个，他以前没有在讲究这个部分。现在不一样了然后也没有那么横冲直撞，一开口就是各种的批评哈。还有时候你知道我怎么就面对这个批评，我都不敢放他讲的语音，他大部分都语音嘛，我会把那个语音放成文字，我先看看，因为他有时候讲话的那个情绪波。这个声波哈很强烈，我会受伤很久，我会要医治很久才能往下走哈，所以我会先转换成文字，我先看看里面什么内容，那个就用文字来看，比较没有那么强烈的打击哈，所以就有那个过程。然后呢，我也看见他不再用他自己的音乐专业想要试图抓方向嘛，你就应该这样做，你就应该那样做，因为他发现他试图这样做也没有用嘛。好，因为我是对牛弹琴，我听不懂嘛，然后也没有办法想要说改造我成为他认为应该要的那个样子。好，他就把这个东西放下了。我觉得这个是只有神能够做到。好，那他就开始成为不再就是说给一个很强势的建议，试图调整这个方向盘，而是成为一个柔和的帮助者我觉得这不容易。然后呢，他也开始接受我的不足跟缺乏，而是想说我们怎么来配合，而不是就是从头闲到尾这样。然后最后呢，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他开始回头过去。把我以前没有做好的那些歌，就他没有做，他跳过去的，而且前面可能50首以前呢，他就是挑他觉得有潜力的，做得好的有比较好的架构的，他会做不好的他就说他就不做了，放在那好，所以有很多歌都是可能我自己语音唱反正就想办法记录下来，但是状况不好，他好像做了100多首以后有一天不知道哪里开窍了，他整个态度就开始不一样，然后回过头去把那些骨架不好这个格式也不对的歌想办法就是做了调整，用他自己的能力去把它做出来。那我就觉得哇，姐妹变了我就很想知道说神在他身上做了什么让他居然不一样很大的不同我就特别感动我就感觉说哎呀，真的是神的恩典，神的搭配。因为我已经好几次就让他就是
就是说，我说姐妹，我知道你，我不想为难你哈，因为我相信大家来这边侍奉都是欢喜做，甘愿受，甘心乐意才能够得奖赏哈。那如果你这么觉得跟我合作这么苦哈，这么难，你没有义务绑在这哈。我知道你答应了，但是其实我回头看那个留言，你只答应了1首，你现在做了10几、20首、30首，你已经特别够朋友了，真的。好，但是要往下走，就是要有神带领了。好，你够朋友完了，就朋友帮个几首差不多了，是不是啊？好，再往下走，那就是侍奉，那就是你要自己有神的带领，要知道神的旨意哈。那他是说他没有很清楚说神怎么，他只是认为说我这个人是有承诺的人，我答应我就做到。好，但是我认为他其实已经做到了，他答应的不知道1000万倍了。好，那我认为，我觉得神有时候就给我看到说，他能够这样坚持下来，是不是就已经看见神的带领？因为正常一般人就是对不对？就是你这个外行的还想要掌方向盘，那然后答应一个你自己都不知道做不做得到的事情，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对不对？那天方夜谭，没有人要跟我玩，这个是正常的情况嘛。但是他居然后面就心态开始柔软，然后呢，态度开始改变，那我就觉得哇，真是神迹啊！这是我遇到的第2个挑战。